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意思是说，处在极乐的天堂跟处在极苦的地狱都会很难修道处在人间才是好修行就像污泥一般的人群更是修行的最佳道场天堂虽然无佛可修，地狱虽然无佛可成，但如果离开世间的人群同样也是无佛可修，无佛可成证严上人曾经开示离开人间就无佛法可闻可修。无始以来，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在人间成就道业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这个是深受印顺导师的一脉相传的影响跟启发。六祖坛经里面有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这告诉我们呢，佛法不是在山林里面也不是在寺庙中而是在世间人间净土也是从人间佛教所衍生而来的，净土跟秽土是在人间，佛境跟魔境也是在人间，同理天堂跟地狱也是在人间，叫做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嘛。所以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的，极乐净土也是一样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清楚人一旦习惯了享受优渥的生活要他放下对物质的享受跟眷恋去过简朴的生活他会若有所思感觉生活没有寄托，没有重心，所以才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原本简朴的生活改变成奢侈的生活，这个比较容易但是一旦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要他改变去过节俭的生活，那这个就困难多了同理精进入懈怠易，懈怠入精进难努力的人要变成懒惰很容易，只要一两次或一两天不努力，慢慢的就会逐渐不努力最后变成懒惰了。而懒惰一旦成性这个时候要他再开始努力这个就很难的啦。天堂无佛可修，是因为处在极乐的天堂里每天享乐都来不及，哪有时间修道呢直到碰到无常或碰到一点不顺心或不如意的事情而产生烦恼了这个时候呢，还要看他有没有想要去化解这个苦恼的动机如果把化解烦恼之道呢还是继续放在纵欲之上那就会沉沦在物欲中了的轮回里面呢，无有出期这就是缘木求鱼啦，也就是请鬼神拿药单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的啦。相反的，如果碰到不顺心或不如意，而有了借佛法来洗涤心中烦恼的这种动机的话呢这样就是要走入修行的开始的，有那样的念头了来吃点苦，或放下食欲来吃点素，或放下身段来配合别人，这是谈何容易所以才会说天堂无佛可修嘛道理在此嘛。这个天堂是包含往生后投胎到天人住的天堂，也包括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天堂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生前的天堂，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享尽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佛陀告诉我们，这是人有20难里的第一难叫做豪贵学道难那学道都难了，成佛更是难那地狱无佛可成，这个地狱也不光是指罪恶的人死了以后呢，灵魂投胎到受苦的地方，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18层地狱啦不只是这样也包括我们自己心念上所创造出来受苦的境界，很抽象的，也就是每个人的心
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心灵的世界啊，叫做一切唯心造嘛哈。因此也才说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嘛啊，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地狱不是死了以后才有，活着的时候也有，叫做人间地狱嘛，也叫做现象地狱啊。像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去残智障院或者麻风病院去做关怀，那个就是现象地狱啊。虽然现在环境改善了很多啦啊，但苦难的本质没有改变。苦的本质还在，里面的苦难众生还是很苦。麻风病现在虽然是绝迹的哈，那病友也都凋零的，剩没多少人呐啊。他们虽然是得人生，但却是没有人性的尊严的，因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这个病啊，而是没有人性尊严啊，被社会隔离了。所以有时候没有福报，处于极苦的人啊，甚至都不如有福报的动物啊。很多人家里养的很有福报的狗，出国就把它送去狗旅馆，冬天呢，跟人一样也要穿衣服保暖，住的地方还有人专门设计很舒适的狗房子，送去宠物店剪狗毛，居然比人类剪头发还贵，偶尔还要做一下 SPA， 三温暖呐。甚至呢还要陪狗去运动，等等啊，这个叫做真是好狗命啊，比活在人间地狱的人还好命呢，不是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哦，在麻风病院的关怀工作里面呢，有好几位我们长期关怀的麻风病的阿公阿嬷，他们心中的愿不是求身体健康或者长命百岁哦，而是求早日往生呢。你没有去人间地狱走一回啊，你不会了解怎么有人会发愿早日往生呢？为什么要发这种愿呢？理由很简单，就是生不如死。人会自杀也是因为生不如死嘛。残智障院的更苦，没有正常的心智，不能说话，也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无法沟通。动物还可以跟人沟通啊，你看看这是多苦的人生啊！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了。饱受战争摧残而餐风露宿、迁徙流离的难民生活，也是一种现象地狱啊！超载的难民船翻覆了，一大堆难民葬身大海，人命轻如鸿毛，苦不苦啊？10多年前，我还在协助斯里兰卡的慈济会务的时候呢，那时候斯里兰卡北方的内战刚结束，造成了20多万的居民成为难民全部都安排在一个非常大的难民营里面那个时候呢，只有联合国难民署跟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呢可以进去，里面进去都是他们的他们的这个 logo 啊，他们的设备啊那些，那所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不能进去。那我是在总统幕僚长的特许之下进去了解的但我们的车子呢，前后都有军方人员呢，紧紧监控哦，不能让你拍照。你不能拍照，只能用眼睛看。那时候呢，斯里兰卡政府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生活物资给难民了，20万的难民，因为联合国已经介入协助了嘛。但是总统幕僚长呢，却问我们可不可以帮难民营呢盖厕所。20万的难民呢，那个厕所要多少啊？因为厕所不够啊，所以造成20万的难民呢，进去里面都是随地大小便的。一看这个就是《地藏经》所讲的粪尿地狱啊！容纳20万难民的营区厕所工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呢。但是其实说难也不难因为我们在国际赈灾里面，已经在很多国家盖了数以万计的永久屋给灾民了。盖厕所不是困难的，但因为这个是在军方管制中的一个难民区还有政治议题掺杂其中，所以我们评估结果不敢介入。那这个关了20万难民的难民营呢，不是住是关因为一家大小都关在里面不能出来外面有军人看守那这个是不是一种人间地狱呢？
我们车子在营区里面绕的时候呢，深深感觉这就是一个，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啊，跟养猪场、养鸡场有什么不一样？看了一次以后，永生难忘。那在约旦跟塞尔维亚的叙利亚难民也是一样，慈济现在还在定期物资发放啊，在这个叙利亚的难民营啊，那乌克兰逃往波兰的难民呢，物质条件就好很多了。可是妻离子散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如地狱般的辛苦啊。无论是往生后去接受酷刑的这个无间地狱，还是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地狱啊，受苦受难都受不完了，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你更不用去谈什么学佛成佛了啊。对，那可能有人会问哦，那既然地狱无佛可成，那为何地藏王菩萨会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地狱不可能空啊！这是指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啊，就好像证严上人说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这也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了啊！就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才叫做什么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这是圣贤才发得出来的宏愿呐，也是圣贤的伟大之处了。那地藏王菩萨在过去世中呢，曾经几度救出自己在地狱中受苦的母亲哦，并且在历劫以来呢，就不断的发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最苦的众生啊，尤其是地狱的众生。所以地藏王菩萨同时以大孝跟大愿的德业呢，被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呢广为弘传嘛，也因此呢，被普遍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成为汉传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嘛。这四大菩萨大家都清楚嘛，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嘛，四个加起来叫做悲智愿行啊。释迦牟尼佛呢灭度之后呢，弥勒菩萨了未降生之前呢，这当中的空档期很长啊。那这么长的空档没有佛住世哦，那众生的苦我们可以想象哦，因为没有佛陀在啊。那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当然有。佛在这个空档里面呢，就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呢，完全托付给地藏王菩萨了。佛不在的时候，地藏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呢，弥勒佛菩萨未降生之前呢，一切众生就是用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教化其实这个就是世尊佛陀所嘱咐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地藏王菩萨只是管阴间的事情哦，不是这样子哦。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都是娑婆世界的现象它有生理跟心理两个层次啊。生理的现象叫做生老病死嘛，那心理的现象叫做什么？生住异灭或者是苦集灭道也可以。随着生理跟心理的苦难交加跟变幻无穷，让我们感觉有时好像活在天堂，有时又好像活在地狱。人家赞叹我们而很开心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在天堂；人家诋毁我们、批评我们，闷闷不乐这个时候感觉好像身在地狱啊。有时候早上我们心宽念纯，像活在天堂，下午就因为因人因事而心不宽念不纯的，就好像活在地狱了。有时候呢，昨天还在天堂，今天也是在地狱。现象天堂跟现象地狱随着我们的起心动念此起彼落交替视线呢其实说来呢，这个也是我们每天身忙心也忙的心理因素之一啦。每天都忙着天堂地狱跑来跑去，怪不得很忙嘛。对，染着之乐就是指五欲之乐啦，色身之乐也是一样这不是真正的乐，而是欲乐之苦啊。简单的说，就是快乐之中还夹杂着苦恼。你看到好像很快乐哦，
其实他的快乐之中有掺杂的苦恼，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对，这个很容易体会啦，对。所以佛法讲苦集灭道，这个苦啊，并非单指苦难哦，所有的无常、缺陷、空虚、埋怨、忧虑、恐惧、烦恼等等都是苦。那苦集灭道的这个道呢，就是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也就是化解烦恼的方法，就是道。所以清楚了解忧悲苦恼的缘生缘灭的道理之后呢，再加上妙用佛法，一旦碰到人生的困境，自然就会比较容易转化心境嘛，问题也比较容易迎刃而解了。这个解方就叫做道，苦集灭道的道啦，解决化解烦恼的方法啊。那天堂里的天人呢，跟地狱里的众生呢，都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嘛，随业流转嘛。那天人虽然活在天道但因为极尽享乐呢，而无佛可修，忙着享福啦造成什么有福而欠慧，所以也是会落入乐而有求的迷失之中啊，也会因求不得而最终还是会有求不得之苦。那活在地狱的众生受苦报都来不及的，哪有机会学道呢？更不用讲说在佛道上迈进了。六道当中，天道虽然只有乐没有苦，但因为还是在六道里面，所以乐尽之后还是会有苦这种乐尽之后的苦却也是没有修行的天人呢难以承受的啦。其实不止天人富豪跟庶民也是一样，人都是一样，只要乐尽之后还是会有苦，甚至会生病。而这种乐尽之后的苦或病苦，却也是平常都不修炼的人难以承受的嘛，一样的道理嘛。人有四种，很有钱也很快乐，很有钱但很不快乐，没有钱但很快乐，没有钱又不快乐，四种人。同理，有一种人是从光明走向光明，富中之富；有一种人是从光明走入黑暗叫做富中之贫；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叫做贫中之富；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入黑暗叫做贫中之贫也是四种人天人虽然在天上享受福报但福报也都有用完的一天银行里面存款再多，你也是会用完的一天那福报享尽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要随着自己的业力呢，堕入六道轮回，因为天道还是在六道里面那堕入六道轮回可能会做鬼或下地狱或者再投胎来做人这道理是这样子嘛。而且呢，天人他临命终时也会有天人五衰，五种衰败的现象就是身上的光明消失啦，头上的花瓣枯萎啦，那宝座摇晃不安啦，身上的香气不在啦，腋下呢发出恶臭啦，死掉啦。从前身边四周都有天女环绕这个侍众随行这个时候也因为他要死了，人家都离他而去了，只留下他一个孤单一个人那这五种衰败的现象呈现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痛苦不已烦恼不尽特别是这些天人具备神通很清楚往生之后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很清楚，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是何等的无奈跟恐惧呢？对，就好像死刑犯要被抓去行刑的一样的，他就知道会很恐惧道理是一样的这是告诉我们呢，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活着时候的天堂，福报虽然是很好，但终归也是要堕落的。而且呢，福尽将要堕落的时候呢，那五种现象所带来的痛苦还不如在人间做人来得好啦。看看，所以天人跟一般人在临终之际样貌都一样，
都会有衰败的现象嘛，我们也是会啊。所以有一些名人啊、艺人啊，甚至是修行人也好，往生之后他们是不希望人家瞻仰他的仪容，因为死相肯定没有活相好看的，对，所以为什么要助念助念不是要把它超度正言上人开示说，最好的超度是亡者临安，生者心安，不是死后靠人从三恶道把它超度到三善道去，不是死后靠人超度，而是生前自根福田这才是正信的佛法助念有助念的意义啦，我们大家都有去帮人家助念的经验嘛念到最后往生者的这个面相都会变得很祥和嘛。当年邓丽君往生入殓之前呢，也是有慈济一位师姐呢帮忙化妆的而且是一边化妆一边有慈济人助念念佛号到入殓的时候呢，面相也是变得很好看助念前后也是相差很多地藏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意思是说梦到恶鬼或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这些都跟自己的冤亲债主有关有这样的现象就代表我们的运很衰，气不旺，台湾话叫做运多金六啦运很衰，气不旺那这个气不旺叫做什么？就是气虚那气很旺叫做气盛如果我们的气很旺，则心正气盛的邪不侵。即使我们过去跟这些恶鬼恶神有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麻烦恶鬼恶神要来找我们也是要等我们气运衰落的时候啦，趁虚而入，不是吗？那什么时候是气运衰落呢？生病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念头偏差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连情绪低落跟念头偏差都会造成气运衰落这些都是我们运弱气虚的时候了要怎么去改善呢？很简单，赶快学佛，提起正念那8个字因为有正念就能正而不邪嘛，就能以正破邪嘛，就这么简单。念头会影响生理，心理健康跟情绪稳定的人呢，即使生病了，身体都会恢复的比较快。心理健康的人呢，即使碰到困难挫折呢，他抵抗的能力也比较好，抵抗力跟免疫力都会比较强那修炼不是能离开世间跟人群刚刚不是讲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吗？世间的人理要先通，人理都不通，怎么能够通佛理呢？人格成，佛格才会成嘛，就是这个道理嘛。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修行弥勒佛呢偏向自修，一心求智慧，但释迦牟尼佛呢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偏向投入人群去帮助众生付出大爱那佛评估这2位菩萨后就说了，释迦牟尼佛会比弥勒菩萨呢早60亿呢成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历劫以来，他不为自己，他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求众生得离苦他只为众生无所求的付出了，所以他能广结众生缘嘛，所以容易成佛在这里嘛。其实学佛的中庸之道是自我修炼跟投入人群都一样重要，不能偏执一边自我修炼是蓄积能量蓄势待发那投入人群呢是释放能量利益众生这2个要双轨并行就好像慈济法门的宗门跟法脉要相辅相成，道理是一样叫做内修法脉，外行宗门，叫做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叫做悲智双运那正言上人曾经开示
一般人常说了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要修阿弥陀经啊，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就要修药师经啊。其实东西南北只是一个代名词啦，哦，会有不同名词，是因为佛陀为了接引不同众生而开立不同的法门。虽然说8万4千法门呐，其实还不止哦，应该是无量法门呐，所以才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哦，不是学几个啊，学无量的法门呐，啊，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啊，是一体两面呐，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都是要投入人群去净化人心呐。以上这段开示能深切的启发我们自信跟正信。阿弥陀经呢，是以念佛的方式来安心、摄心、静心。那药师经呢，是以消灾延寿，强调关怀互助，以行经的方式去解苦难、解众生苦难呐。所以不是往生时啊，靠人念一念经呐，就能请诸佛菩萨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不是这样子的。自己生前很会念，都不一定可以往生的，何况是死后靠别人念，对。以前我们讲过嘛，靠别人念不如靠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靠自己念，啊，自己念不如自己做，啊，这就是正念了。阿弥陀经也有讲哦，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他清楚告诉我们生前要累积善根跟福德，才能往生彼岸呐。而要累积善根跟福德，也是要身体力行，亲力亲为，靠他力不能说不重要。但自耕福田，自得福缘，自力更重要。所以经不是用来念而已啊，是用来行的，是把它铺在地上来走的，也就是实践的意思了啊，也就是所谓的行经呐。好，那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哦，佛陀所说的方便法哦，像念佛可以往生西方啦，坐禅可以修得罗汉四果啦，行持般若可以入涅盘呐等等。这其实呢，西方罗汉涅槃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佛陀的心灵世界罢了。如果把这种精神跟理念跟理想呢，变成事项来追求的话呢，一旦求不得，就会落入迷途了，甚至走火入魔了。上人并且说呢，过去的祖师们也曾说，魔砖焉能成镜，坐禅哪能成佛？这就是在点醒我们佛陀用42年说方便法，然后想用7年的时间来说真实法，其实是有点慢的啦。就好像我们现在真实感受到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把握时间的话，就会来不及了。那其实这段上人的开示是明确告诉我们真实之道在人间。最好的修道之处也是人间，天堂地狱都很难要修道都很难这样的思想跟应顺导师的成佛在人间是相互辉映的。天堂有极乐难修行地狱有极苦难学佛啦，而人间苦乐参半，可以吃过苦而体会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也可以因乐极生悲而有痛苦的经验，从中学习要将快乐呢提升为法乐，将快乐提升为法喜的意思的。所以应顺导师提倡成佛在人间，而不是说成佛在天堂或成佛在地狱自有他佛学思想的深邃意境既然成佛在人间，那佛法就要生活化了，而不是神秘化或者是庸俗化什么叫神秘化？有些人学佛就把佛法神秘化了，已经在学佛了，却跟鬼神扯不清，满脑子鬼神的东西因为呢心中有鬼，所以呢鬼性看人人是鬼，结果变成什么事都疑神疑鬼那庸俗化是什么？很会求佛，但是却不学佛，只求健康，求长寿，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利为动机而去拜佛，这样也是有所求，这不是正信的佛教。
要相信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唯有将所学的佛法跟智慧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并跟生活全然结合，这样才能够在人间的烦恼大海中呢，领悟到真实之宝啊！佛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啦。有些人呢，每个月不是初一十五要拜拜吗？等于就是请那些鬼神吃午餐跟吃晚餐了。鬼道很苦，地狱更苦。地狱众生尝尽果报，各种不同的苦行一起受，刀山剑海油锅火柱一起受，不是一桩一桩来哦，一起来哦。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最痛苦的地方不是求生不能哦，这求死不得啊，死不了啊，因为业未尽之前怎么也死不了啊，账还没有还完啊，苦还没有受完啊，已经被烧成灰了，还要让你再活过来，继续折磨你，连一丝的间断都没有，所以才叫做无间地狱嘛。这个是最大恶极的受报方式啦。那地藏经也讲啊，久处床枕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句话不是讲地狱啊，刚刚讲地狱，现在不是讲地狱了，这是讲久病的状况啊。现在的名词叫做什么？失智症或植物人。为什么走不了？俗语讲啊，路尽人亡啊，意思是说一般人死的是因为福尽、路尽或者寿尽了啊。但有一些人是什么？路未尽人亡啊，意思是寿命应该是到了，但业报还没有还完，只好躺在病床上呢等时间，这个也很苦，所以才说好死不如赖活嘛。问题是要好好的死，要死得安详，或死得有尊严没痛苦，就要先懂得如何了生脱死啊，要懂得生死观啊，懂得了生脱死，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啊。因为你起正念啊，才会死于正命啊，否则拿生命来开玩笑，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啊。想要健康长寿，减少生病，就要想到我如果生病的话，大概会花多少钱，然后把这些钱呢捐出去啊，帮助那些贫病的人或者病苦的人啊，这样我们就会少病，甚至不病。这就是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了。佛法上叫做欲止来世福，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了。把功德跟福报累积起来的意思啦。有些人储蓄了一笔钱呢，准备将来生病的时候要当医疗费啊。这样子的人怎么会不生病呢？这么用心准备，也已经准备好了，机会当然留给准备好的人。医药费储蓄的越多，生病的时间越长越重啊。不过有些人会反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储蓄一笔医疗费用是未雨绸缪，是人之常情。”没有错啊，大家都会这样子做啊。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反对积蓄一笔医药费的做法，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反对哦，而是强调医药费用的储存的存起来了。我们如果暂时用不到，而别人正在生病缺钱医治或缺钱动手术，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这笔钱存款拿出来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为自己种健康的因啊。这样人家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道理是这样子的啊。那要健康，当然是要注意营养啊，注意运动啊。那如果只是营养跟运动，还不一定会健康哦，因为还要有一个健康的因。施医施药啊，出钱办义诊啊，或参加义诊，出钱盖医院，出钱买医疗仪器，或新冠疫情期间呢，实际在全球将近70个国家做医疗仪器的这个跟氧气机的这个捐赠，那这个钱是来自十方大德啊，大家捐钱来的啊，还有纾困发放也是啊，这个都是在种健康的因啊，而要做到如果要做到的话，也是要把握因缘呐。现在你要来捐的话，需求性跟时效性已经大不相同的啦，现在已经舒缓了，大家都在解封了嘛，对。有一个事实，
不管你现在住的是豪华别墅，或者是简陋的房子，最后往生时呢，大家都会平等的被装进一个尺寸差不多的棺材里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更像是一个大棺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这个大棺材里面的。土地就是棺材的底嘛，天空就是棺材盖嘛，对，天盖之下，地载之上，中间是充满各种人生的苦空、无常、无我，跟忧悲苦恼等等。人不是老了才会死，一旦刚刚讲嘛，福尽、寿尽或者业尽呢，都会死在这个大棺材里呀。何时要死呢？也莫非前定的。看起来这个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哦，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们的，但什么时候要死，自己却无法预知哎，自己也做不了主哎。你说你是身体的主人，也很难讲，因为只有使用权呢，没有所有权呐。棺材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这些人是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有的则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也有老人院里的老人呢，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康的活到90几岁。只要一个无常来到，就是死在这个大棺材里呀。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生死观跟无常观啦。如果我们自认为活在天堂了，那就代表你无佛可修了。如果我们自认为说我现在活在地狱里面，那就无佛可成的啦。正确的思维是：碰到天堂不迷恋，碰到地狱不哀怨，碰到佛境不留恋，看到魔境也不烦恼。天堂跟地狱，佛境跟魔境不落两边，就是中间。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人世间，依中道而行朝此方向努力精进才有可能成佛在人间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有些人是身在天堂，心在地狱物质很丰富，精神很匮乏；有些人是身在地狱心在天堂身在穷街陋巷，心却不改其乐。同样的境界，有人看得很讨厌，有人看得很欢喜；同样的遭遇，有人看得很烦恼，有人看得很感恩同样的道理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安眠药可以防治失眠有些人却拿它来自杀所以方法或者是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方法或使用工具的人。所以才说法没有邪正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法的人。法也没有正邪之分，但心有，因为心正，所学皆成正法；心不正，所学皆成邪法。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所以法是正还是邪，跟用法的人是有关同理心中有正念，现在就是正法时期；心中无正念，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正念一起就是佛，邪念一起就是魔。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啦。这些道理懂了，我们就不会碰到天堂就欣喜若狂，也不会碰到地狱就心生烦恼了。不过大家要注意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正邪不分善恶不区别，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强调，我们功夫够的时候呢，看到正或邪呢，看到佛或魔了，或碰到天堂或地狱呢，都不会起心动念去妄心分别。这个功夫要够，正跟邪，善跟恶，天堂跟地狱，我们还是了然于胸了，清清楚楚。但是心中还是不为之所动的，保持平常心，没有心念起起伏伏的道理没有混淆还是很清楚的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呢，
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